在我们的历史当中，有将近2000年的时间里，我们的科技知识就仿佛被上了链锁一般，就好像三体小说里面讲的，三体人为了占领地球，提前发来了质子来锁定我们人类的科技。虽说是小说啊，但是随着考古界不断的发现，感觉这种事情似乎真的发生过。1902年，考古学家在希腊的一座叫做安提吉特拉小岛附近潜水的时候啊，发现了一艘古代的沉船，这是一艘古罗马时代沉没的商船，上面有各种各样的价值连城的物品。最重要的是呢，他发现了一个颠覆人类历史古代的青铜装置。人们测定了它的年代之后，发现这个有精密齿轮开关的青铜装置呢，已经有2200多年的历史了，被制造于公元前200年左右。可在那个时候，我们还处于秦始皇刚刚统一6国的时期。那个时候，有谁能够制造出这样精密的机械装置呢？直到近代，科学家们利用一些现代的技术，才看清了它的内部结构。它里面包含37个不同大小的齿轮，每个齿轮的形状和指数呢，都是按照严格的标准制造，上面还有超过2000多个希腊字母。复原它之后啊，发现它有3个面盘，还有一个手动的摇盘，摇动之后不仅可以模拟日月的运动来预测日食，甚至还可以显示水星、金星、火星、木星、土星的运动轨迹。它就像是一块现代的机械表一样。但是类似于这种的齿轮驱动的机械天文钟啊，直到14世纪的时候才被发明制造出来。而且当时最早的机械钟差不多有一辆小轿车那么大，而2000多年前的老古董甚至只有书包的大小，甚至呢还要比1600年后的技术更加的精密。而为什么2200多年前的科技制造能突然间就消失掉呢？这样的技术啊，其实早就被人类所掌握了。为什么直到18世纪以后的工业革命才全面恢复到人类的生活当中呢？到底是谁封锁了这个技能呢？然而巧合的是，在我们古代的中国也有类似的一幕，而且发生的时间呢几乎都是一致的。在战国时期啊，中国就出现了前无古人的科学家，他就是墨子。在2000多年前，他就创立了以几何学、物理学、光学一整套的科学理论。在先秦时代，他创造了墨家学派，也正是因为这个学派让中国的科技突飞猛进。在2000多年前的墨经当中，我们就可以找到墨子详细说明了小孔成像的原理，这要比古希腊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还要早。另外呢，墨子早就提出了时空合一的观念，他认为啊，时空是一个和空间密不可分的概念，而这个概念是2000多年后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它不谋而合。而且墨子啊，他不仅仅把这些知识存在于理论当中，而是更把这些理论用在了生活当中。他让当时的战争武器啊完全提升到另一个维度，比如说连弩车。这个连弩车是一种放置于城墙上的大型机械装置，就像现在的机关枪一样，它可以同时发射出60支大弩箭以及无数的小弩箭。而最加巧妙的是呢，大弩箭的箭尾还可以用绳子拴住发出去之后呢，还可以用轱辘迅速的收回来。另外呢，还有转射机，它就相当于比连弩车呀显得更加的灵活，它能够一个人在射箭，同时呢有另一个人将机座旋转，就类似于我们现在的高射炮一样，边旋转边发射。此外，墨子当中啊还记载了云梯、轩车、摇车等众多的攻守成武器。但很可惜的是，在汉朝初期的时候，汉武帝开始独尊儒术，墨家学派啊居然被全面的禁止了，让墨家也彻底在历史中神秘的消失。如果当时啊他们得到了应有的重视，墨家的发展如果从未被限制，那么我们早就在世界上是碾压第2的存在，版图大到你一定想不到。而除了超前的科技力量，墨家主张的思想甚至更为的超前。当时儒家思想笼罩的社会啊，是墨子极力反对的事。还说过，如果后人都学习你们儒学，那就很难得到发展和进步，因为儒家是护卫皇权，对中下阶级底层的人呢，用仁义礼智信的方式进行压榨和剥削，拉开贫富差距，让穷的人越来越穷，让富的人越来越富。他主张士农工商要分等，男尊女卑，官民分等，嫡庶分等等等一系列的等级制度，让皇权和贵族在历史中地位极高，让底层百姓、中下阶级的人、劳动者、商人的地位极其低下。这也导致了从汉代之后的2000年历史啊，就好像被人投了一颗质子一样，很难以发展。而我们再看墨子的主张，他完全和孔子是对立的存在。墨子除了科技他极具领先，他的思想主张的兼爱人人平等，没有等级，没有阶级，调动起底层百姓的创新力、生产力，强本节用的生存之道。然而墨子啊，还对世袭、宗亲、血脉建立的特权非常的反感，说天下的王应该是选择有能力的人而举之，而不是看血脉。如果一个皇帝他贪图享乐，没有治国之力，那么要当上几十年的皇帝就会很影响发展和进步。墨子他不但反对世袭制，还提倡非命。我们可以想，在那个封建古代提出非命是多么的反人性。因为儒家主张的是君子以固穷，贫穷也要安贫乐道。说白了，贫苦百姓家出生的孩子不要想着翻身，一辈子都要做一个穷人，包括你的下一代、祖孙3代，最好是世世代代。
然后贵族呢，他永远是贵族，无论你是否作为。可见儒家思想是古代皇权贵族非常喜欢的，反之皇权更会忌惮墨家提出来的兼爱尚贤非命这一系列的主张。如果说是什么影响了科技的发展，底层的劳动和创新，就是儒家思想的阶级固化和等级制度，而墨家思想才是华夏民族最具有战斗力的底层思想。当时秦国和墨家合作，秦国完成了大一统，日本学习墨家文化的一部分，就发动了明治维新，成为了世界列强。在近代，抗大国学课只讲墨学，不讲其他的，后来战斗力就爆表。所以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地方，把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连根拔起，学习墨学都会向前进步。这本图文版的墨子推荐给大家，不仅内容很全，最重要的是有注解、有翻译、有彩图，特别容易理解。学习墨子有这一本书就够了。